你是否感觉自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你努力工作，你尽力，你遵守时间表，但到了月底，你未来的财务状况似乎与你的现状完全一样。你环顾四周，看到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显然在蓬勃发展、前进、建设，而你却停滞不前。一种无声的挫败感开始滋长，混合着嫉妒、困惑，以及一种你不敢承认的羞愧。你想知道他们知道什么你不知道的，你错过了什么秘密。你觉得自己做对了一切，但结果就是没有出现。这是一种沉重的停滞，它耗尽你的精力，让你质疑自己的选择。在内心深处，你感觉自己像个成年小孩。从年龄上看，你是个成年人，你有责任，你要付账单，但在情感上和财务上，你感觉自己是被动的、冲动的。你用你时常没有的钱去买你不需要的东西，为你甚至无法名状的焦虑寻求片刻的缓解。你指责经济，指责你的老板不加薪，指责政府的政策。你为自己缺乏进展找到了外部理由，但在深夜的寂静时刻，一个令人不安的怀疑出现了。如果问题不在外面呢？如果你在银行账户中看到的混乱只是你内心混乱的反应呢？让我们明确一点，你缺乏财务增长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成熟的问题。宇宙，或者随你怎么称呼它，不会给你更多的责任。财富就是责任。如果你每天都证明你无法处理你已有的责任，你自己的冲动，你之所以没有成长，是因为你内心是混乱的。但这是一种状况，不是一个判决。斯多葛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打破这种停滞，我们将共同建立财务成熟的5大支柱，将你内心的混乱转化为秩序，将你的停滞转化为刻意的增长。当你听到斯多葛主义时，你可能会想到没有情感的大理石雕像，或是对命运的被动接受。忘了那些。为了我们的目的，斯多葛主义是一种武器，它是一种思想技术，一个用于自律的操作系统。它不是关于没有情感，它是关于不被情感奴役，尤其是那些让你保持贫穷的情感，购买的冲动，投资的恐惧，对他人看法的焦虑。斯多葛主义者是内部堡垒的最初建筑师，他们明白，在指挥军队、企业或参议院之前，你必须首先指挥你自己。这就是我们将用来改写你财务历史的工具，不是通过改变经济，而是通过改变工程师。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重新定义是成熟本身。让我们用我们的话来定义它。成熟不是你达到的年龄，它不是生日的数字，它是刻意的自控。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能力，在冲动和行动之间插入一个空间，即使只有半秒钟。它是看到新手机广告并立即购买，与看到广告感觉到欲望，像科学家一样观察它，然后让它过去之间的区别。不成熟是成为你欲望的傀儡，成熟是剪断绳索。延迟满足不是痛苦，这是一种力量策略，是你选择未来而不是现在。第二个重新定义是财务增长。你被教导将其视为运气，天才的灵光一闪，或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的结果。这是一个让你无能为力的谎言。事实是，财务增长是内部秩序的一种症状。金钱是一种反应，它只是反映了你的纪律、你的专注以及你管理混乱的能力。正如斯多葛皇帝马可·奥勒留所说，你生活的幸福取决于你思想的质量。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你银行账户的健康状况取决于你内部秩序的质量。财富不会流向混乱。在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支柱之前，请做出第一个秩序的行动，点赞这个视频并订阅频道。但更重要的是，发表一个声明，评论我的一天将会很棒，以坚定你对秩序而非混乱的承诺。现在就做，这是你的第一个实际步骤。财务成熟的第一个支柱是愿景的支柱，摒弃分心。要建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金融帝国还是品格的堡垒，你需要一个比金钱更稀缺的资源，不间断的专注。因此，你必须放弃分心为你提供的廉价和短期的快乐。
这意味着用构建一项技能、一个企业或一个投资组合所需的长期积极的专注来交换被动的消费，滚动无尽的信息流，追剧、吸收新闻的混乱。如果你的注意力不断地被下一个通知的最高出价者拍卖，你就无法建立一个坚实的未来。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深刻且生物性的，你的大脑被编程为寻找阻力最小的路径，以保存能量并寻求新奇。分心是廉价的多巴胺，它很容易，很舒适。除了你的未来，它对你没有任何要求。而专注的工作，反过来说，是困难的。学习投资、撰写商业计划、审计你的开支，这会产生摩擦。成年小孩在你内心总是会选择分心的舒适，而不是建设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你感觉如此忙碌，但从未富有成效。你忙于分心，其后果就是停滞。让我们使用我们的核心比喻——内部堡垒。在你目前不成熟的状态下，你堡垒的大门是敞开的，代表你注意力的守卫要么喝醉了，要么在睡觉，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一条因斯塔格瑞姆通知是一个潜入并窃取你时间的敌方侦察兵。一个促销广告是一个潜入并窃取你金钱的掠夺者。社交媒体上一个陌生人的意见是一个潜入并窃取你平静的破坏者。你的堡垒是一个混乱、嘈杂和不断被掠夺的地方，而你却想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在里面积累任何宝藏。这种混乱的直接后果是你的财务反应。你没有时间学习新技能，因为你正在电视机前放松3个小时。你没有精力开始那个副业项目，因为你的注意力在一天中被撕成了1000片。你用你没有的钱买你不需要的东西，因为掠夺者广告商说服了你。那短暂的购买将缓解拥有一座不设防堡垒的压力。你没有在掌控，入侵者在掌控。你的财务生活不是被精心设计的，它是一个持续的反应。沉默的建筑师，你正在建立的身份，明白成熟的首要任务是关闭大门。他掌控一切，他强加纪律，他唤醒守卫，并给他们明确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专注。这意味着刻意的制造对抗分心的摩擦。建筑师关闭了90%敌通知，他为深度工作、真正创造价值的工作设定了神圣的时间块。他明白无聊不是要避免的敌人，而是财富建设理念最终得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在实践中，摒弃分心始于一次残酷而诚实的审计。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了？你的专注力流向何方？你需要成为你自己思想的无情捍卫者。如果一个应用程序、一个人或一个习惯在不断消耗你的注意力，而没有给你带来真正的投资回报，无论是财务上的、智力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它就必须被消除。不是谈判，是消除。你需要把内容的消费者心态转变为资产的建设者心态。这是对你旧身份的一场战争。一开始，这将是痛苦的。你的大脑沉迷于简单的刺激，会尖叫着要它的剂量。你会感觉到几乎无法控制的冲动，想要拿起手机，打开一个新标签，寻找逃避。成熟及刻意的自控，就是感觉到这种冲动，像科学家观察化学反应一样观察它，并且不采取行动。这相当于一个运动员在寒冷下雨天选择去健身房，而不是待在床上。纪律的痛苦是暂时的，因虚度一生而悔恨的痛苦是永久的。沉默的建筑师不把专注视为一种限制，而是自由的真正基础。你不能在一个沼泽般不稳定的土地上建造摩天大楼。你的财务独立。专注是排干沼泽并将钢桩深深打入地下的行为。每一次你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分心说不，你就是在对你未来的自己说是。你是在对你自己构建持久事物的能力投下信任票。想象2个人，第一个人每晚花2个小时滚动信息流，被动的消费算法提供给他的东西；第二个人用同样2个小时学习一项高需求的技能，编程、数据分析、文案写作、流量管理。第1个月，差异是看不见的。第1年，第2个人有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5年后，第2个人实现了财务自由，而第1个人还在跑步机上原地踏步，抱怨自己没有运气。差异不是运气，
而是刻意的摒弃了分心。因此，这第一个支柱的结论是一个命令：成为你大门的守护者。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货币，停止像它一文不值一样免费分发它。每一次你选择专注而不是分心，你都是在为你未来的财富存入资本。长期的愿景只能在短期的专注所带来的沉默和纪律中建立。摒弃世界的噪音，开始倾听你本应构建的项目。第二个支柱是时间的支柱，摒弃及时性。你已经被及时满足的时代所制约，你想要几分钟内得到食物，按需提供娱乐，而且危险的是，你期望你的财务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你想要现在就致富，你寻找秘密的窍门，奇迹般的投资，快速致富的计划，你鄙视过程，因为你被训练成之崇拜及时的结果。这正是保证你持续贫穷的心态，总是跳到下一个闪亮的机会，而从未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冲突是显而易见的，耐心是一种过时的美德，而及时性则是一种强大的瘾。当你可以马上买到一把塑料遮阳伞时，为什么还要种下一颗橡树种子，等待10年才能得到一棵可以遮阴的树呢？你内心的成年小孩跺着脚要求结果，你开始投资，第1个月没有看到100%的回报就放弃了，宣称市场是欺诈性的。你开始创业，6个月内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就放弃了。你是你自己财富建设旅程中的一个游客，从未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深入挖掘。在我们的内部堡垒中，及时性是那个悄悄潜入并承诺通往胜利捷径的间谍。他对你的守卫耳语说，不需要进行漫长、无聊、有条不紊的守夜。他说，有可能通过一次奇袭就占领敌人的城市，而不需要后勤、计划或长时间的围困。他说服你把你所有的资源、你的宝藏都压在一次绝望的攻击上。当你这样做时，当你把你所有的钱都投在本周的加密货币或万无一失的计划上时，间谍就为财务毁灭的敌军打开了大门，其后果是一个繁荣与萧条的恶性循环。你甚至可能在这里或那里获得一点小利，足以滋养你对及时性的沉迷，但你从未建立任何坚实的东西。真正的财富，代代相传的财富，不是通过奇袭建立的，它是通过长期有纪律，坦率地说，是乏味的围困建立起来的，它是通过复利建立起来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卡早已理解这一点，时间是吝啬鬼唯一可以正当储存的东西，然而你却浪费它，为了寻找捷径而燃烧它，而这些捷径实际上只是死胡同。沉默的建筑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对时间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尊重，他是缓慢过程的大师，他明白财富建设不是短跑，这是一场马拉松，更重要的是，这是种下橡树的行为。他今天播下种子，一笔小额投资1小时的学习写下的一个段落，完全清楚果实只会在5年、10年或20年后才会出现。他不在乎短期的进展表象，他只关心正在铺设的基础是否坚固。在实践中，摒弃及时性意味着制定一个坚实的财务计划，并拥有钢铁般的纪律来遵循它，无论市场的噪音或屏幕上闪烁的机会如何。这意味着自动化你的投资，以便你今天有纪律的自我，保护你明天冲动的自我。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爱上一致性的乏味。一致性是建筑师的秘密武器，它是每天施加力量，无论多么微小，都施加在完全相同的点上，直到财务困境的壁垒最终崩溃。这将要求你改变你对行动的定义。你认为行动是疯狂的买卖，建筑师知道，很多时候最强大、最有利可图的行动是什么都不做。这是在市场下跌时拥有坚守投资的品格力量，这是在最初的热情消失、艰苦工作开始时仍坚持业务，这是刻意拒绝被催促。塞内卡警告我们，生命足够长，如果我们善加投资，他被慷慨地给予我们去完成最伟大的事情。你有时间，如果你停止试图加速它，想想中世纪大教堂的建造者，放下第一块基石的人知道他永远不会看到尖顶完成，他甚至看不到屋顶安装好。他正在建造一个将持续1000年的东西，
远远超出他自己的生命。他专注于他日常工作的质量，他铺设每块石头的精确度，而不是及时的回报。这才是你必须采纳的心态。你不仅在建立你的财富，你还在建立一份遗产，一个将为后代提供阴粮和保护的结构。这不是一周内能完成的。最终的讽刺是，通过放弃快速致富的需求，你反而讽刺地加速了这一过程。你停止了犯下由及时性引起的代价高昂和倒退的错误。你不再过早地跳出好的投资，也不再过晚地跳入坏的投资。你让世界第8大奇迹复利最终发挥其神奇作用。时间，这个曾经是你的敌人，因为它永远不够快，变成了你最伟大、最强大的盟友。因此，这第2个支柱的结论是一个命令：爱上缓慢的过程，摒弃捷径，因为它是一个幻觉。接受建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沉默的建筑师知道耐心不是被动，它是一种战略行动，这是对项目的终极信心。播下你的种子，坚持不懈地浇灌它们，并有成熟的心态，让时间发挥其作用。财富很简单，是纪律性耐心的必然副产品。第3个支柱是情感的支柱，摒弃反应，这是区分业余者和大师的支柱。你的财务正在被积极的破坏，不是被你的电子表格，而是被你的感受。你根据2种主要的相反的情感来做出关键的财务决策：购买、出售、支出、储蓄、恐惧和亢奋。当市场上涨时，亢奋，这只是贪婪的一个好听的名字，让你在顶部购买，害怕错过。当市场下跌时，恐惧，也就是恐慌，让你在底部出售，害怕失去一切。你是反应性的，不是战略性的。这里的冲突是生物性的，这些情感是深层次的，它们是你的生存本能。恐惧被设计用来让你保持活力，让你逃离捕食者；亢奋被设计用来让你寻求奖励。但是金融市场和现代经济不是非洲大草原，你的原始本能正在对你不利。财经新闻及其警报声和红色图表是专门设计来触发你的恐惧和贪婪的，因为这就是他们获取你注意力的方式。反应性是你的默认设置，战略性需要超人的自控努力。在我们的内部堡垒中，情绪就是天气，恐惧是一场冰雹风暴，亢奋是沙漠中灼热的太阳。不成熟的建筑师、成年小孩看到天气就做出反应。当冰雹风暴市场恐慌开始时，他抛弃了他在城墙上的岗位，跑去躲藏，卖掉他所有的资产，把他的钱锁在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里，那里他无法增长。当灼热的太阳亢奋来袭时，他变得非理性，放弃了他的储水，冲向沙漠，把一切都压在海市蜃楼上。在这2种情况下，他都让堡垒变得脆弱。沉默的建筑师，这位斯多葛主义者，明白他无法控制天气，他无法控制市场、经济或他人的行为，但他可以100%确定地控制他对这种天气的反应。正如艾比克泰德所说，困扰我们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成熟的建筑师在他舒适的瞭望塔上观察冰雹风暴，他感觉到恐惧的寒冷，他认识到它，然后他让它过去，因为他的建设计划就是为了抵御风暴而制定的。他不反应，他根据计划做出回应。这意味着你必须为你的财务建立一个独立于你情感运作的系统。你的投资计划不能是我今天感觉什么好，它必须是一套你在冷静、理性和没有情感时，建筑师在他的办公室里创建的冷酷、合乎逻辑和强大的规则。你创建这个系统，以便你未来的自我，那个将会害怕或贪婪的自我，可以简单的遵循它。这个系统是你抵御风暴的避难所，是你的纪律保护你免受你自己人性的伤害。实践中的应用是创建一部财务宪法，坐下来写下你的原则。无论市场如何，我每个月都会投资我收入的 X， 我不会因为恐慌而出售的 X， 我不会因为恐慌而出售，我只会在资产达到这个目标时出售。我不会因为一只股票在新闻上大涨就购买它，我不会在没有等待24小时的情况下进行 Y 元以上的情感购物。这份由你理性的自我编写的文件
成为了你的锚。当情绪风暴来临时，你不是咨询你的感受，你咨询你的宪法。你需要明白，市场是一台财富转移机器，它将钱从反应性的人转移到有耐心的人，从没有纪律的人转移到有纪律的人，从凭情感操作的人转移到凭系统操作的人。每一次你情绪化的反应，你都站在了那次转移的错误一边。你实际上是把你的钱给了某个保持冷静的人，某个是建筑师而不是风暴的人。财务成熟是在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快疯了的时候，你还能保持无聊的能力。记住那个反应性司机克劳迪奥的意识，在交通中，他按喇叭，他咒骂，他在车道间穿梭，他猛踩油门和刹车，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燃料。在他旁边，另一辆车里是沉默的建筑师，他看到同样的交通，他接受现实，他放上平静的音乐，听一段关于投资的有声读物，然后随着车流平静地移动。最后，他们几乎同时到达目的地，但克劳迪奥筋疲力尽，压力山大，油箱也更空了，而建筑师则很平静，并且更睿智了一点。你的财务生活就是这段路程，目标不是成为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目标是成为你情绪的观察者。当你感觉到市场下跌的恐慌时，你必须能够退后一步说，哦，有趣，恐惧来了。当你感觉到快速盈利的亢奋时，说，我明白了，贪婪来了。通过给情绪命名，你就创造了空间，那个关键的成熟空间在感觉和行动之间。你不再认同那种情绪，而是重新对齐你作为建筑师的身份。因此，这第三个支柱的结论是一个稳定的指令：建立你的系统，然后信任系统。你的情绪是糟糕的财务顾问，用你的理性头脑来建造堡垒，设计输水道和谷仓。当风暴和干旱来临时，你的感觉可以在外面肆虐，但在城墙内，你的系统确保生活继续，财富继续复利增长，停止成为天气，成为堡垒。第四个支柱是责任的支柱，摒弃指责。这可能是最难建立的支柱，因为它要求你放弃你最喜欢的借口。你的处境是别人的错，你指责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教育，指责政府的税收，指责你的老板工资低，指责经济的通货膨胀。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感觉道德上高人一等，是环境的受害者。但这种受害者心态有一个可怕的代价，你交出了你所有的力量。内在的冲突是指责，是舒适的。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受害者是容易的。如果问题在外面，那么你就不必做里面的艰苦工作。你不需要改变你的习惯，不需要学习投资，不需要削减开支，不需要早起。你可以只是坐着抱怨。而彻底的责任，反过来说，是可怕的。他把你未来财务的全部重量准确地放在了他所属的地方，你的肩膀上。在我们的内部堡垒中，指责是城墙内的叛徒，是那个对国王说，陛下，我们赢不了，敌人太强大了，我们的城墙太脆弱了，我们的祖先没有把它建好。第一顾问，这个叛徒破坏了士气，他告诉守卫不值得战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通过这样做，他确保了失败。指责是你喝下的毒药，却希望你的敌人、经济、你的老板死去，其后果是瘫痪。你被困在停滞中，等待某个外部的救世主来修复你的生活。你等待一个政治家改变法律，等待你的老板顿悟并给你加薪，或者等待你中彩票。你成为你自己船上的被动乘客，朝着岩石漂流，同时却指责风和浪造成你缺乏方向。这种被动性与建筑师的心态完全相反。财富不会被被动性吸引，它被能动性吸引。沉默的建筑师在一个不可协商的原则下运作，彻底的责任。他把他目前的财务状况、每一笔债务、账户上的每一分钱都视为他100%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他造成了通货膨胀，并不意味着他控制了他老板的决定，这意味着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负100%的责任。建筑师不指责下雨，他建造一个更好的屋顶，或学习收集雨水。他把他目前的状况不看作是一个判决，而是看作一个数据点，一个起点。
通过承担100%的责任，你重新获得了100%的力量。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是你的责任，那就意味着你是唯一能解决它的人。这是一个令人解放的消息。你不再需要等待任何人，你现在就可以开始修复工作。你把受害者的身份换成了创造者的身份，这是成熟的真正转折点。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停止抱怨，永久的。你花在指责上的所有精力，都是你没有用来建设的精力。相反，你用残酷的诚实来审计你的生活。你在哪里做错了？你在哪里冲动了？你在哪里懒惰了？你把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这个问题换成了我该怎么办。你查看你的银行对账单，不是带着羞愧，而是带着工程师寻找设计缺陷的冷酷好奇心。把你的财务生活想象成一座被风暴经济你的过去损坏的房子。成年小孩坐在废墟中哭泣并指责风暴，他等待风暴回来道歉，或者等待市政厅来免费重建他的房子。沉默的建筑师站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拿起一把锤子，开始工作。他拯救可以拯救的，扔掉不能拯救的，然后开始重建，一梁一柱，建造一个更坚固的房子。艾比克泰德，一个确实是奴隶的人，有世界上所有的理由来指责他的处境。他是财产，然而他成为了个人力量最伟大的导师之一。他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只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我们的选择，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意志。你无法控制你的薪水，但你可以控制发展你的技能来增加你的价值。你无法控制物品的价格，但你可以控制你决定购买什么。因此，这第4个支柱是你的独立宣言，掌控一切，摒弃指责的毒性舒适，拥抱责任的艰难但解放的力量。只要你相信你的财务状况掌握在别人手中，它就不会改变。当你接受你，且只有你才是建立你财富的负责人时，你就不再是一个受害者，你成为了建筑师。只有到那时，建设才能真正开始。最后，我们来到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最微妙也是最强大的沉默的支柱，摒弃验证。我们生活在一个表演的文化中，你被教导在真正富有之前，你需要看起来富有。你用长期的分期付款购买你负担不起的汽车，为了给那些你甚至不喜欢的人留下印象。你在 Instagram 上发布昂贵假期的照片，即使这意味着清空你的应急账户。你在一场对外部验证的绝望竞赛中，花费你的未来来购买他人短期的钦佩。冲突是深层次的，归属感和社会地位的需求深植于我们的 DNA 中。我们希望被看到、被钦佩和被尊重。你内心的成年小孩混淆了财富的象征汽车、名牌服装、手表和财富本身资产、投资、自由。你忙于扮演一个成功人士的角色，以至于你没有时间、精力或金钱去真正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你正在购买让你持续贫穷的负债，一切都是为了获得验证。在我们的内部堡垒中，对验证的需求是那个在城墙顶上大喊其成就的宫廷小丑。他大喊：看我们，看我们多富有，看我们闪亮的宝藏。他吸引了盗贼、野蛮人和收税员不必要的注意。他把堡垒的资源浪费在游行和派对上地位性购买，而不是用它们来加固城墙、投资或填满谷仓应急基金。他用长期的安全换取短期的掌声，其后果是奢侈的贫困。你可能看起来很富有，但你离破产只有1个工资的距离。你没有净资产，你只有外表的资产。你被困在享乐跑步机上，每一次地位性购买只给你带来片刻的快乐，然后你就需要下一次剂量的验证。悖论在于，通过拼命的试图看起来富有，你确保了你永远不会富有。真正的财富是你看不见的东西，那些在你睡觉时为你工作的投资、股票、资产。沉默的建筑师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他实践着所谓的隐形财富或低调财富。他摒弃了对外部验证的需求，因为他的验证是内部的，它来自于知道他的计划在奏效，他的资产在增长，他的堡垒是安全的。他不在乎他的车是否已经开了10年，
因为他知道他的投资正在为他购买自由。他不在乎他的衣服是不是名牌，因为他不是在试图给任何人留下印象。财务成熟是从为了给人留下印象而支出转变为为了保护而建设。这是你意识到你唯一需要打动的人是你未来的自我的时刻，而你未来的自我不会对你的假期照片印象深刻，他会对你建立的让他在不想工作时就可以不工作的投资组合印象深刻。建筑师在沉默中建设，他让别人制造噪音，而他则在建立帝国。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致力于功能性的，而不是炫耀性的，是选择可靠的汽车，而不是豪华汽车，是选择生活在你的能力之下。这样你就可以投资差额，是有勇气对那些与你长期计划不符的邀请和购买说不买，是在增长的净资产电子表格中找到快乐，而不是在充满值得发在 Instagram 的体验的信用卡对账单中找到快乐。想想看起来健康和保持健康之间的区别。想要看起来健康的人会买昂贵的健身服，在健身房发自拍照，谈论他的饮食。想要保持健康的人只是坚持去健身房，吃得对，睡得足，日复一日，不需要任何人知道。你的财务健康遵循同样的原则，停止试图看起来财务健康，只管做那些沉默的工作来真正保持财务健康。塞内卡尽管是一个富人，却广泛地论述了炫耀的无用性，将其视为对他人意见的一种奴役。沉默的建筑师对他人对其生活方式的看法漠不关心，他专注于他自己的项目，他在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他不是在玩谁看起来更富有的游戏，他是在玩谁先获得自由的游戏。这个支柱的力量在于它释放了大量的资本，包括财务上和精神上的。你本会花在地位象征上的所有钱，现在都可以用于你的投资，指数级的加速你通往财富的道路。你本会花在担心别人想法上的所有精神能量，现在都可以用来学习、建设和专注。因此，这最后一个支柱是一个沉默的誓言。停止试图看起来富有，开始悄悄地变得富有，摒弃验证，在建设中找到你的满足，而不是在展示中。真正的财富是低语，他不大喊。沉默的建筑师知道，最大的奢侈不是昂贵的手表或豪华汽车，最大的奢侈是自由，是那种醒来说我今天做我想做的事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在沉默中建立的，一次一块砖。你走到了这里，你听完了5个支柱，你在你过去的行为中感受到了真相的不适，但你也感受到了在你内心觉醒的建筑师的力量火花。从反应性的成年小孩到有纪律的沉默建筑师的旅程，不是一个一次性事件，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你不仅今晚必须做出，而且每天醒来都必须做出的决定。停滞是默认状态，是宽阔而容易的道路。刻意的建设，财务的成熟，是一条需要承诺的陡峭攀登。你不再只是在消费信息，你正处于转变的门槛上。你此时此刻所做的事情定义了你的轨迹。成熟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是你决定的事情。你成为建筑师的旅程现在开始，不是明天，而是伴随着一个声明：是时候停止做你自己生活的被动观众，成为主要的建设者了。你第一个刻意建设的行动是一个公开的承诺，因此请到评论区声明你的新身份，不是为我，而是为你自己。写下我就是建筑师，我是建筑师，用这些话作为你新堡垒的第一块砖，一个你正在完全掌控的象征。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的最后，你已经证明了你拥有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专注力。你不是分心人群的一部分，你是建设者社区的一部分。也声明这一点，在你的评论中加入这句话：我看到了最后。这为其他刚开始的人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社会认同。如果这个信息引起了你的共鸣，请点赞以封存你的承诺，订阅以免错过任何建设工具，并分享这个视频，像一个建筑师一样分享它，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帮助另一个你所知道的仍被困在跑步机上等待世界改变的人。